这是我花了大概2小时，在 AA 的帮助下，没有写一条代码开发的 Chrome 的扩展插件。它可以快速的用你选择的语言总结当前网页的内容，提高我们获取信息的效率。比如，它可以用中文快速的把一篇英语新闻总结成要点，也可以快速的帮你总结社交媒体的上下文内容。同样，它还可以把中文的内容总结成英文，辅助我们日常的英语学习。如果你想免费使用这个插件，或者想要自己开发类似的插件，请一定要坚持看到最后。你好，欢迎来到猪的 AI 开发日记。在这个频道中，我会向您持续的分享有关用 AI 的方式来开发各种应用程序的视频。在这些视频当中，你不用写任何一条代码，就能够开发出有趣的微信小程序、iOS 的原生应用，以及 Chrome 的扩展插件等等，还能够在各自的商店中进行售卖。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不妨关注一下我的频道。好了，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用 AI 工具来开发这个 Chrome 的扩展程序。目前我用的 AI 工具呢是 Claude， 当然你也可以用 ChatGPT， 因为这两个工具在代码的生成方面都非常厉害。然后在 Claude 里面，我们最好一次性把我们的需求输入完整，因为这样可以尽可能的减少 Claude 免费用户每一天的免费访问次数的浪费。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需求。首先，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 Chrome 扩展程序的开发者，请帮我开发一个 Chrome 的扩展来帮助用户快速阅读网页内容。然后我们把相关的交互都描述了一遍。第一，点击图标会弹出一个窗口，上方的左边是一个可以选择语言的下拉框，里面有简体中文和英语2个选项，默认选择是简体中文。右边会有一个总结的按钮，然后下面是显示提示，请点击总结按钮开始总结当前页面内容。这里还会有一个交互，如果我切换下拉框从中文切换成英语的话，那对应的提示也会自动切换为英文提示。这里还需要再加上一句，同时总结按钮也会对应的显示为英语的 summarize。好，第二点就是在总结的过程中，我们要以 streaming 的方式来显示。streaming 的方式就是 AI 生成的内容会实时的逐条显示出来，不是等所有的内容都生成结束以后才一起显示。这种 streaming 的显示方式会给用户在等待的时候有更好的用户体验。而且总结的过程当中，总结按钮要显示为 disable 的状态，因为在总结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希望用户再次去点击总结按钮，重复的发起这个请求。然后总结的过程，我们希望窗口的大小要自动延伸，以确保总结的内容能够完全显示。这样的话，用户体验会更好一些。然后第3点，总结完成以后，总结的按钮要变成 enable 的状态，变成绿色，这样你就可以再次点击。同时，重新总结的内容要替换掉原来的总结内容，就避免新的内容追加在原来老的内容的后面。第4点，当窗口关闭再重新打开的时候，要保留上一次的状态，这样用户就可以看到之前的总结结果。第5点，请在代码当中要包含自定义程序图标的内容，然后我会按照它的要求去提供图标文件。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扩展程序就会有自己的图标，而不是它默认提供的很简单的单个字母的图标了。然后第6点是需求当中最核心的部分，在这个应用当中，我告诉他我会通过用 Grok 上面的 Mixture 的大语言模型来进行信息的处理，而且我会在代码当中提供相关的 API 的 key，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程序功能中会涉及到对于信息的总结和翻译，需要使用到 AI 大模型的能力。根据我之前的一些调研，我发现如果直接去调用 ChatGPT 的 API 是需要付费的，
所以经过对多个 AI 平台的测试下来 ，Grok 的这个平台，我觉得是对免费用户最友好的。它可以让你免费的去调用很多比较知名的大模型，而且它是完全免费的。虽然说有次数的限制，但是对于我们个人的日常开发来说是完全足够的。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所有的需求，然后我请他根据以上的需求帮我写出完整的程序代码。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看到 Cloud 已经在帮我们创建程序所需要的代码文件了。我们只要按照它的提示，把相应的文件给创建出来，然后把它生成的代码粘贴进去就可以了。根据它的要求，我们需要创建以下的一些代码文件，然后需要提供几个 PNG 的图标来作为应用程序的图标，然后按照它的要求把这些文件和图标放在对应的文件夹里面就可以了。好，我们来按照它的要求创建相应的文件夹和文件。为了方便，我先创建了一个叫 demo 的文件夹，并从之前的项目文件中复制了几个同名文件过来，对应他提到的所有文件。然后按照他的要求，再创建一个叫做 image 的文件夹，把我预先准备好的图标文件放进去。接下来就是往这些文件中复制代码了。你可以用任何可以编辑代码的工具来打开这些文件，甚至可以用最简单的文本编辑器。我用的是微信的开发者工具，因为它是免费的，而且我觉得它很好用。我已经把微信开发者工具的下载链接放到了视频下方。在微信的开发者工具中，只要打开一个文件，它所在的整个目录就会被自动管理起来，用起来非常方便。我先删掉这些文件中原来的代码，完全从空文件开始。现在我们就可以把 Cloud 生成的代码直接复制进来了。比如我们来看第一个 manifest 的 JSON 文件，这个是它的代码，我们都不用去看它到底写了什么，直接拷贝文件内容，然后找到我们创建的 manifest 的文件，直接粘贴进去就可以了。对于其他文件，我们也如法炮制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按照它的要求，转到 Chrome 浏览器的扩展应用的管理页面。好，我们打开了 Chrome 的扩展应用的页面。我们再回头来看下一步，它要启用开发者模式，也就是右上角的这个地方。这里默认原本是关掉的，现在我们点开启用。启用以后，你就可以在本地调试你的这个扩展程序了。下一步是点击加载已解压的扩展程序，然后选择包含这些文件的文件夹。我们回到扩展应用的界面，点击加载，然后选择我们之前的这个文件夹，然后确定。这样的话，我们制作的这个叫做 Quick Page Summarizer 1.0的扩展程序就加载好了。好，我们回到 Cloud 看下一步的提示。它告诉我们，当前的代码只是一个框架，并没有实现跟 Grok API 的连接。要完成这个功能的话，要设置后端服务来处理 API 密钥和 Grok API 的通信，然后啪啦啪啦一大堆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要求是不用自己写代码，所以我们可以让它把相应的代码补充完整。我告诉他，我没有开发经验，所以请你把连接 Grok API 的相关功能补充完整，确保我提供 API key 以后可以正常运行。然后 Cloud 就根据我的新需求，快速的开始更新相关的代码文件了。Cloud 更新完成以后，我们只需要把更新过的文件代码按照之前的方式进行简单的替换就可以了。所有代码都替换完成以后，我们再次回到扩展应用的界面，尝试运行一下。这里有一个小提示，就是每当我们的代码有更新的时候，在运行之前，我们都需要在扩展应用界面找到对应的扩展程序的卡片，然后点一下这个刷新按钮。
这样新的代码才会生效。为了方便我们访问扩展程序，我们可以点击应用图标，把它固定到浏览器的上方，然后我们点击运行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交互是不是和我们设计的一样。当我将语言切换成英语的时候，整个界面的语言都自动切换成了英文。再次切换回中文时，界面语言又变成了中文。目前这个效果已经很准确地实现了。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请帮忙为这个视频点个赞，这样不仅能够帮助本频道进行持续的发展，也能够让平台的算法知道你喜欢这一类的视频。现在需要我们输入 Grok 的 API key 了。我们来到 Grok 的网站，我已经把网站的地址放在了视频的下方。我们选择 API keys， 这是我们申请自己的 API key 的地方。点击创建 API key， 在弹出的窗口中随便输入一个名字，这个是在你创建了多个 API key 的时候方便你自己区分用的。点击提交以后，你的 API key 就会显示出来，这个时候你需要复制并手动保存下来，因为 API key 一旦创建成功，它在列表中就会以这种点点点的形式展示，你就无法再次看到完整的 API key 了。我们打开一个页面，看看输入了 API key 以后能不能正确的总结网页的内容。提示信息显示正在总结中，但一直都没有返回结果，应该是代码中存在问题。为了了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可以右键点击应用，选择 Inspect Pop-up， 调出控制台，然后再次运行。控制台中显示了错误信息，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它代表什么意思，只要把它复制下来，发送给 Cloud， 让它帮我们解决这个错误就可以了。在让 AI 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告诉它，在代码中尽可能多的设置一些调试代码，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发现问题出在哪里。其实用 AI 工具来开发应用的过程很简单，你把你自己当成产品经理，而 AI 则是一个经验丰富又没有脾气的程序高手。你告诉他需求，他反馈给你代码，然后你去执行。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就把问题描述给他，或者直接复制错误代码，甚至是出错的界面截图，让他去帮你解决，然后他就会更新代码，你再去执行，就这样循环往复这个过程，最终达到你想要的效果。由于每个人每次遇到的问题都不同，所以后续我和 AI 一起迭代的过程我就不录制了。你只要按照这个方法耐心地和 AI 沟通，相信你一定能实现你想要的最终效果。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如何在本地安装和使用这个插件。首先，通过我提供的下载链接下载这个插件的安装包，然后下载好以后将它解压缩到你的电脑的任意位置，打开你的 Chrome， 点击右边的3个点，来到插件的管理页面，确保右上角的开发者模式已经打开，然后点击左边的加载插件，选择你刚刚解压缩的文件包，这样这个插件就已经安装到你的浏览器了。为了能够更加方便的使用，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插件图标，将这个插件给拼到你的浏览器的上方。在使用之前，我们还需要去输入我们在 Grok 上面申请的 API key， 右键点击插件图标，选择 Options， 在这个地方输入你的 API key， 点击保存。这个 API key 只需要输入一次就可以了，然后来到任意的页面，点击插件图标，开始总结，这样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插件了。通过 AI 来开发应用，中途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有了好的心得体会，欢迎你到下面的评论区留言。